月末的一个下午，河北省一所中学的大门口，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人群的中央，一个中年女人双膝跪地，手拉着面前一个男学生的裤腿，边哭边说：“马浩，孩子，我可是你的亲妈呀，没有我就没有你，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？妈妈要是死了，你可就永远都没有妈妈了呀。”被称作马浩的男学生站着一动不动，面无表情。中年女人这时候转向周围的人群，接着说：“各位同学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家长，你们听听啊，这是我的儿子牛马浩，我是他的亲妈，我得了白血病，现在唯一活命的办法就是让我的儿子给我捐献一点点骨髓，可是他竟然不同意。各位好心人，你们劝劝他吧，帮我劝劝他吧。”这个女人名叫潘超莲，她说的不假，面前的男学生牛马浩是她的亲生儿子，但是有些具体情况她并没有说出来。当年潘超莲生下儿子牛马浩之后2个月，就跟牛马浩的父亲离了婚，抛夫弃子，跟着他的老板跑了，一走就是18年，音信皆无。对于幼小的牛马浩来说，妈妈就只是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。正在这儿僵持着呢，一个中年男人挤开人群走了进来。男人走到这对母子面前，对跪在地上的潘超莲说：“原来真的是你啊，你别这样，先放开马浩，让他跟我回家行吗？有什么事情咱回头好好说，你这样影响太不好了。”潘超莲抬头一看，说话的人是牛马浩的叔叔牛耕田。“我也想回家好好商量，可回家你就保证他能同意吗？你能做主让他给我捐骨髓吗？”这个还是得让孩子他自己做决定。牛耕田话音未落，牛马浩的班主任来了，对潘超莲说：“这位女士，我是您儿子的班主任，校长请你们去一趟，帮您做做思想工作，请吧。”潘超莲稍作思考，点头同意了。校长问明情况之后就说：“潘女士，我们学校首先对您的病表示同情，您的要求按说很正常，只是孩子目前一时想不通呢，也有他的道理。别的不说，您看很快他们就要高考了，牛马浩同学的成绩很好，发挥正常的话是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，所以呢，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他自己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过几天开学了，我会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。今天就先让他回家过周末，好不好？”潘超莲还想不答应，可他自己也知道再坚持就真的是无理取闹了，于是便点了点头。牛马浩跟着叔叔牛耕田回到家，一言不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，默默哭泣。孩子的命太苦了，2个月大就被妈妈抛弃，半年之后，爸爸因为心情郁闷，上班的时候魂不守舍，操作失误，自己掉进了粉碎机，死得很惨。幸亏还有好心肠的叔叔婶子，把牛马浩当亲儿子一样养大成人。叔叔知道侄子难过，就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喊牛马浩吃饭。可牛马浩根本吃不下去，他婶子就劝：“孩子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凡事都可以自己做主。她是你亲妈，有病了求你帮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按情理应该帮她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你不是那样想的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去做。无论怎样决定，叔叔婶子都支持你，别的任何人也无权指责你什么。浩儿，快别纠结了，先吃饭要紧，不吃饭身体可受不了。”就这样，在郁闷中度过了一个周末。开学的时候，发生了让牛马浩十分意外的事情。一进教室，同学们早已经到齐了，
在老师的指挥之下，全班同学齐声大喊：牛马号，我们爱你，全班同学支持你，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，大家都会支持你。牛马号绷不住了，放声哭了出来，同学们纷纷上前安慰。几天之后，牛马号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有点意外的决定，放弃高考，为妈妈潘超莲捐献骨髓。叔叔牛耕田就问：孩子，你做这个决定，叔有点意外，也很心疼你。你能跟叔说说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吗？叔，他虽然没养我，但毕竟生了我。他说的对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再说了，我的姥姥姥爷岁数大了不能捐，我那没见过面的弟弟也不肯给他捐，也只有我来救他这条命了。在同学们进入考场的时候，牛马号躺上了手术台，手术很成功，潘超莲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牛马号在医院住了10天，便出院回家开始复习功课。他要争取在明年考出好成绩。简短截说，第2年牛马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。毕业后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，带领着堂弟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，公司迅速壮大，10年之后就上市了。让人不解的是，牛马号始终不结婚，也不谈女朋友。在公司上市之后，他便把股权全部赠予了堂弟，嘱咐堂弟说：小弟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叔叔婶子总是偏向我，对我比对你这个亲儿子还亲，但是你不要怪他们，以后要好好孝敬他二老啊。弟弟点头答应，牛马号这才放下一切，剃度出家了。潘超莲得到骨髓病愈之后不到1年，富商丈夫便向她提出了离婚，说是本来潘超莲得了绝症，就想着坚持等到她死了也就得了，可现在人又活过来了，成了个病样子，我可不能陪你凑合着过，我要娶雪娥，所以必须离婚。雪娥就是潘超莲这位富商丈夫的秘书孙雪娥。潘超莲一气之下又犯了病，就打算联系儿子牛马超，再给他捐一次骨髓。可还没联系上牛马超呢，他就一命呜呼了。